Hello，大家好，一起来看看加拿大皇家银行5月份房产市场状况的报告。上个月，加拿大主要房产市场的销售量普遍下降，皇家银行认为下降幅度大约在2%到18%之间。降幅最小的是弗雷泽河谷，下降了2%；降幅最大的是卡尔加里，下降了18%。皇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·霍格在报告中表示，尽管加拿大主要房地产市场的销售量在5月份都有所下降，但供需状况仍然紧张。那些寻找房产市场降温迹象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。5月份标志着多伦多地区房产市场已经连续第2个月放缓。根据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济协会的数据，房屋转售量较4月份下降了近9%。报告说，不要误认为这是市场快速降温的迹象，因为房产交易活动仍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。同时，新上市房源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。根据皇家银行的预测，比4月份下降了17%左右，这可能是市场缓和的主要原因。在多伦多地区，虽然竞价战参与者减少了，但仍然很常见，这使卖家在讨价还价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。简而言之，价格强劲上涨的条件仍然存在。在多伦多地区，单户住宅仍然吸引了大部分需求，但随着疫情的好转，公寓市场的需求也在增加。蒙特利尔地区的情况在过去3个月里变化不大。虽然5月份蒙特利尔房屋销售量环比下降了7%，但新上市房源数量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，使得供需状况变化很小。因为供需状况仍然非常紧张，皇家银行认为蒙特利尔房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。再来看看温哥华，皇家银行认为在3大城市中，只有温哥华有实质性的降温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就是在重返平衡房产市场方面，温哥华有进一步的发展。温哥华的房屋销售量环比下降16%，新上市房源的降幅只有9%，销售于新上市房源比率的指标更接近历史上房价相对稳定的水平。卡尔加里4月份逆转了总体放缓的趋势后，在5月份又有所放缓，房屋销售量环比下降了18%。虽然这个降幅很大，但是卡尔加里新房源挂牌量下降幅度更大，而且这一地区销售活动仍处于历史上非常强劲的时期。皇家银行认为卡尔加里的供需状况进一步紧张，因此房价会进一步上涨。从皇家银行的报告来看，几大城市除了温哥华的房产市场有明显的降温迹象以外，其他地区还处在僵持的阶段。市场如何发展，主要看买卖双方心态的博弈。目前的房产市场正处在非正常的历史最高位，在这个时候买房，如果不是抱着可买可不买的捡漏心态，一定会在房价最高位时接盘并长期站岗。看看2016到2017多伦多和温哥华那些高位接盘的人，至今还有没解套的人。当房价上涨的时候人们都卧房惜售，如果看到房价涨不动了，人们就会抢着挂牌出售。现在人人都应该抱着捡漏的心态，能捡着漏就买，捡不着拉倒，反正将来卖房的人会比现在多得多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